Hello，朋友们，你们好。现在我下班了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家。今天我想通过我骑摩托车下班高峰期的一个交通状况，看一下我下班到家，从公司到家，这个是我公司，从公司到家里面。现在我骑摩托车回去，看一下路上的交通状况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骑摩托车回去了，看一下这路上的交通状况是怎么样的。好，准备出发。哇，今天的夕阳很漂亮，每天这个时候我都会抬头欣赏一下这个路段的夕阳。如果说中国城市的早高峰代表一天的开始，那么晚高峰则代表一天疲惫的结束。每到晚上6点左右，中国很多大城市都会进入最拥堵的时候，比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杭州、成都或者武汉。我所在的城市是深圳，我现在的时间是下午6点20左右，我刚刚下班。对于很多中国年轻人来说，下班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轻松，因为他们还要面对拥堵的交通、漫长的通勤。我由于不想在路上耗费太多的时间，所以我没有开车，或者地铁，因为我这边也没有地铁。开车的话其实更拥堵，所以我选择骑行电动车上下班。在深圳到处可以见到电动车的身影，因为深圳不禁摩。因为在中国很多城市是禁止使用摩托车的，但深圳是允许的，所以外卖员、快递小哥、搬家物流都可以使用。很多外国人来到深圳以后都会觉得很震撼，因为街上的电动车或者摩托车的数量实在太多了，尤其是晚上。如果你站在十字路口，你会看到几十辆或者上百辆的电动车同时在等红灯。绿灯亮起来以后，所有的车一起向前移动，远远看过去像一条不断流动的河。为什么深圳有这么多的电动车呢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开车太堵。深圳的汽车数量非常多，尤其是晚上6点到8点，高架桥还有一些路口经常堵车。很多时候汽车一动不动就是一直在停止的状态。而电动车虽然也会遇到拥堵，但是至少它可以慢慢的往前面骑，所以很多人觉得骑车更自由。在深圳路口有很多穿红背心的志愿者，他们一般都是劝导大家戴头盔，在人流量多的时候劝导大家不要闯红灯。虽然很多志愿者在路口提醒大家遵守交通规则，但实际上他们的作用有时候非常有限，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执法权，很多人只是表面上的配合。真正赶时间的时候依然会闯红灯，尤其是在晚高峰，大家工作一天以后身体已经非常的疲惫，很多人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，赶紧回家。还有一些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送餐，甚至会直接冲过去。志愿者只能不断的提醒，不要闯红灯，注意安全，但是他们无法真正阻止，因为他们不是警察，他们更多是一种劝导。其实如果认真观察中国城市的交通，你会发现很多危险行为的背后都和时间压力有关。中国很多大城市的生活节奏非常快，大家都在赶时间，尤其是在深圳，很多人每天早上7点出门，晚上8、9点才回家。长期这样生活，人会一直处于赶时间的状态，于是走路都想快一点，骑车想快一点，坐电梯也想快一点，甚至连等一个红灯都会让人觉得浪费时间。因此在中国很多城市经常会看到红灯还剩最后几秒，就已经有人提前开始骑车，有的人甚至会跟着别人一起闯红灯，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心理，别人都过去了，我也可以过去。这种现象在心理学里面其实叫做群体行为。
还好今天路上的车流量不大，我可以骑行的比较放松。在这种公路上骑行很舒适，视野比较好，道路比较宽，两边有很多的树木，晚上的风慢慢吹过来，会让人感觉到没有那么疲惫。尤其在深圳这样的城市，白天的时候大家都在办公室里面工作，长时间面对电脑，开会、写方案、回复消息、处理客户的问题，很多人一整天几乎都坐在椅子上，所以到了下班的时候，骑电动车反而会让身体稍微放松一点，至少人终于离开了办公室。我现在走了大概一半的路程了，前面有一个宣传标语，去看一下上面写的是什么。这个上面写的是你文明，我文明，鹏城更文明，你天才，我天才，深圳更精彩。这里的鹏城就是深圳，因为深圳又叫鹏城。鹏城。现在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怎么拍摄的这个视频。我是用一个挂在脖子上的支架，然后夹住手机，这样拍摄视频。因为我在骑电动车的时候不能一直拿着手机，那样太危险了，所以必须把手机固定好，这样既能保证安全，也能拍摄到比较真实的画面。可能画面有一点抖动，所以请大家原谅。我每天骑行的时间是50分钟左右，就是从公司到家，整个过程我骑车要50分钟。可能很多外国观众听到这个时间可能会觉得太久了，但实际上在深圳这已经算比较正常的通勤时间了，因为还有很多人单程通勤是1个半小时，每天花3-4个小时在路上，因此相比之下我已经算幸运了。1个星期下来就是10个小时，1个月下来可能接近40多个小时，所以如果认真计算的话，你会发现现代城市人其实有大量的时间都花在路上。我现在越来越喜欢骑行，因为相比堵在车里，骑车至少能感受到风，尤其是晚上，城市的温度稍微下降以后，骑车其实会让人感觉到很舒服。穿梭在这个城市的公路、小区街道、十字路口，能更贴近这个城市的脉搏，感受这个城市的呼吸。这里有一个公交车站，我想进去看看。我很久没有坐公交车了，我想进去看看。以前刚来深圳的时候，天天坐公交车上班，那时候我还没有电动车。哦，啊？我外面。被保安大叔赶出来了，这里不能进去。算了，我还是继续赶路吧。路边的车流已经越来越密集了，汽车尾灯连成了一片红色，公交车缓慢前进。深圳晚上的天气通常比较热，即使到了晚上，空气依然有一点闷。很多人在骑车的时候不会说话，因为大家工作一天以后都已经很累了。在中国，现在有一个词很流行，就是通勤焦虑。意思就是人们在每天上下班太累，而且会感到压力。尤其在深圳这样的城市，很多人每天单程通勤时间超过1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有可能超过2个小时。有的人早上7点出门，晚上8点才到家，长期这样的生活，人会非常的疲惫。所以很多年轻人都希望住得离公司近一点，但问题就是深圳的房租太贵，公司附近的房子通常价格很高，因此很多年轻人只能住得比较远，然后每天花大量的时间来通勤。我也不例外，我租房的地方和公司的距离是30公里左右，横跨了深圳2个截然不同的片区，一头是烟火缭绕、租金亲民的城郊居住区，
一头是高楼林立、节奏飞快的市中心商务区，这短短的30公里的路程，像一道无形的分界线，隔开了我的生存和生活，也填满了我在深圳打拼的无数个朝朝暮暮。日复一日的通勤早已成为我生活最固定也最漫长的日常。久而久之，我也慢慢学会了与漫长的通勤的和解，就是在枯燥的奔波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温柔和收获。比如，我不再把通勤的时间当作被浪费的时光，而是将它变成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。现在天已经黑了，这里聚集了很多人在跳广场舞。对于很多中国中老年人来说，跳广场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娱乐方式。中国城市虽然生活节奏很快，工作压力也很大，但是到了晚上，人们依然会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。这也是中国城市夜晚非常真实的一面。我有时候也会想，为什么大家明明这么累，却还是愿意坚持留在大城市？后来我慢慢明白，因为这里虽然辛苦，但是真的充满希望。我们会经常看到凌晨还亮着灯的办公室，也会看到深夜依然努力送外卖的小哥，可能会看到有人失败，也会看到有人重新开始。每个人都是这座城市里认真生活的小角色。有的人梦想买房，有的人梦想创业，有的人只是想存一点钱，让父母过得轻松一点。梦想不一定伟大，但都很真实。城市真正动人的地方，从来不是那些高大的建筑，而是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。路上忽然遇到一只小狗窜到公路上，这样很危险，希望它没事。深圳开车的人都非常有爱心，遇到小动物都会降速，让小动物离开公路再走。现在准备上天桥了，前面有一个坡度比较大的天桥。深圳的很多天桥其实都挺长的，尤其骑车上去的时候，能明显感觉到腿开始发酸。不过站在桥中间吹吹风，看着下面的车流和灯光，也会觉得挺放松的。我的车是能骑上去的，不用推车，因为我的车稍微改装了一下，能够上天桥。我不用下车，我不用推车，可以骑着上去，可以比较轻松的骑上去。有时候还能在天桥上面遇到卖一些小玩具啊，或者卖一些其他的东西。偶尔也会遇到这里有人在唱歌，城市夜晚的生活气息特别浓。这里有一个流浪汉，在深圳这种流浪汉是比较少的，不过还是有的。他应该是有残疾的，腿脚不太方便。可惜我身上没有现金，他又没有扫码支付，没办法。下次我得带一点现金在身上。准备下坡了，下坡其实难度很大，双手要紧握刹车，慢慢的往下走，不然太快了，很容易撞到其他人。所以我下坡都是比较谨慎的。现在我进入小区的内部道路了，这里算是我每天回家的秘密捷径。如果在外面的主路，红绿灯特别多，而且还容易堵车，但从这个小区里面穿过去，能节省不少时间。从小区里面绕一下，反而会轻松很多。而且还能顺便看看夜晚的小区生活。很多在深圳生活久的人，其实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路线，哪一条红绿灯少，哪一条路晚上比较凉快，大家都研究得比较清楚。
这里是这个小区的活动中心，很多小孩在这里玩，还有打篮球、跳广场舞。这种小区活动中心每天晚上都非常热闹。好了，我终于快到家了。现在从这个辅路往右边拐过去，就到了我所在的小区了。今天从公司到家一路都比较顺利，没有突然下暴雨，也没有遇到特别严重的堵车，电动车的电量也够用。这对于深圳打工人来说，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一天了。从这个岗亭进去就是我住的小区了，也叫城中村。很多第一次来中国的人一听到城中村这个词，可能会觉得这里环境很差或者很混乱。其实现在很多深圳的城中村早就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，虽然楼和楼之间的距离特别近，看起来有一点密集，但是这里的生活真的特别方便。这里有超市、诊所、理发店、快递站，还有各种小吃店、水果店、奶茶店。基本上日常生活所有的东西，走路几分钟都能解决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住在这里的人可以1个星期不离开这个区域，因为需要的东西这里几乎全部都有。晚上这个时间，城中村是最热闹的。城中村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，就是非常的接地气。这里没有商场的那种精致感，但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真实。忙碌了一天，终于回到家，那种放松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。虽然我们住的是一个普通的公寓，但回到这里以后，整个人都会安心很多。深圳的夜晚依然很热闹，不过对于我这种上班族来说，回到家洗个澡，好好休息，就是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希望正在看视频的你一切都好，拜拜。